我们调取了一份3000年前人类的行为报告，发现在那个被称为前基点时代的社会里，每当地球绕太阳一圈，位于亚洲地区的几十亿原始碳基人类就会爆发一种名为过春节的集体性精神错乱，同时他们还会进行一种名为春运的低效物理迁徙。经过本档案馆的深度复盘呢，我们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为了庆祝，而是一场被精心策划的停机维护。用3000年后的视角解读世界，我是老鬼，欢迎来到银河档案。为什么说是停机维护呢？因为当时的人类承担着2个运营代码：生物算力和基因复制。春节就是他们对这2个代码运营一整年的状态审查。他们审查的方式其实很奇怪，也充满了矛盾。第一个方式呢，就充斥着严重的能量过载，比如他们所说的年夜饭。个体通过摄入过量的蛋白质、油脂和碳水化合物来制造一种资源富足的假象，以此麻痹大脑，暂时忘记接下来一整年都有可能会面临的资源匮乏。第二个仪式是财富转移仪式，通俗解释呢，就是年长者向年幼者支付货币，这在当时呢被美化为祝福，但是经济学模型显示，这其实就是一种抚养权对赌协议的预付款。如果说前2个仪式还有一点点那么温情在的话，那么第3个仪式服从性测试，也就是拜年，就充满了阶级性。我们可以把这个仪式理解为春节的核心，也就是说，无论一个人在这1年内进化得多么高级，一旦他回到出生地，就必须向旧有的权力结构，也就是7大姑8大姨们低头，接受他们最终的代码审查。代码审查主要集中在2个让人类痛不欲生的项目上。一个审查项目是年长者会询问年幼者的生物算力在这1年内得到了多少收获，比如说你今年挣多少钱，升职了吗？这看似是关心，本质上呢是在评估一个年幼个体作为生物电池的使用效率。第2个审查项目，查询年幼者的基因复制进程为什么卡顿了。那通俗解释就是年长者会问年幼者，你有对象吗？什么时候生孩子呀？年长者呢，一般会以传承以及老有所养来合理的解释这个问题，但是其本质就是旧系统对新的个体发起的基因勒索。可以感觉得出来，这2个项目都不是特别的友好。我们大量记录了春节里所有的争吵啊、压力啊和虚与委蛇，但是令人费解的数据是，即便如此痛苦，在第2年，数十亿人依然会选择踏上那条拥挤的回家路。在初次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本档案馆认为春节是一种极其低效的资源浪费，但是随着对那个时代了解的加深，我们最终修正了这个言论。这或许就是碳基生物最迷人的地方，也是最无奈的地方。他们明知道那个叫家的地方充满了过时的算法和恼人的 bug， 但是呢，他们依然会像飞蛾扑火一样渴望着回去。因为在3000年前那个冰冷的数据丛林里，这种低效、混乱，甚至还有些刺痛的各种的情感纠缠，恰恰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他们不是一串串冰冷的代码，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个时代的碳基生物常年奔波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巨大的冰冷的系统里，他们极其孤独又极其疲惫。春节是他们不约而同发起的一项集体的短暂休战协议。在这几天里，他们笨拙地试图用食物去填补代沟，用金钱去表达关心，用那些令人尴尬的盘问来确认彼此还存在着链接。虽然方法错误百出，但是这可能是他们对抗那个原子化冷漠世界的唯一的方式。或许他们并不是不知道真相，只是他们需要这7天的幻觉，好让自己有力气回到那台巨大的绞肉机当中，也就是我们第2期要拆解的档案——生物算力。关于远古人类过春节的档案，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如果你有幸看到了这期3000年后的节目，那么祝你在新的1年里代码运营顺利，想要的都能如愿以偿。我是老鬼，咱们下期节目再见。